我说：我是当医生的，谁请我看病，我就到谁家中去出诊，向来照中医规矩，只问姓，不问名，看完病开了药方就走，不管病人是什么党什么派。你说的蓝衣社分子所指何人，住在何处，我根本不知道。那个日本人听了，接着发出更严厉的质问：你是不是国民党分子？我说不是。又问：你是不是逃到香港去的杜月笙的私库代发经费？我说我哪里有这个资格。说出此话时，我也毫不畏惧，因为我知道日本人的性格，你越是软，他越是硬，如果你硬起来，他反而会软下来。果然那个日本人面色又是一变，这一变成了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。他为我倒了一杯菊棕酒，说：我刚才问你的话都是根据调查报告而来，我明知未必确实，但还是先要经过谈话。不过有一个问题，你历年当上海中医师工会的秘书主任或是常务委员职务，何以不参加我们注册的一个中医工会？这一点大有反日嫌疑。我说，多年以来，我是中医工会重要人员，一部分同业对我妒忌得很，想要推倒我的人也很多，现在他们的组织根本把我拒之门外，所以我不可能参加。说到这里，他无言相对，又翻阅案卷。案卷的末页是一张极详细的新城区地图，我斜着眼偷看一下，看见我的屋宇所在被圈了一个红圈，附近台湾银行买办姓周的住宅也有一个红圈，这两个红圈旁边各写了一个电话号码。他抬手拨动电话号码，随后和一个人用日语谈话，话讲得很快很多，我一句也听不懂。等谈话完毕之后，他的神情又为之一变，对我说：刚才许多误会，现在我都已了解，我要特地为你煮一种茶，这是我们日本人进客的茶道仪式，以表歉意。我说，这是不敢当的，我只希望早些回家，免得家人牵挂。那人便起身，我也起身，双方互作90度鞠躬。临出门时，他对我说了一句话：现在是大东亚共荣圈成熟的时期，希望你也参加我们的组织。我笑着说，我一天到晚忙着看病，如果我停止诊病，一定参加。他说，无论你参加与否，我先送给你一份大东亚战争画报。于是握手而别。这时已经是晚间8时，外面的车夫看见日本人送我出来，他说，我真为你急死了。回到家里喘息稍停，就打电话给周建云说，我已经回来了，详细情形明天和你研究。他说，还好还好，你叫我找袁吕登，他在为人证婚。我谈起你的事，他只说陈某人是熟人，警察局的事可以帮忙，唯有齐齐路的特务机关是备当路线兵队的上级机关，根本轮不到他说一句话云云。次日，周建云又来同我研究这件事是什么来由，想来想去，想不出一个道理。目前这件事是否已经结束，也难逆料。周建云说，这里面一定有人捣鬼，俗语有句话说，无鬼不生病，只好处处留神，免得遭受无妄之灾。说无来由，却有来由。我诊所的3楼分租给一个房客，这人姓谭，名洪道，是由新兴百货公司董事林军介绍来的，当时收他租金每月200元。他迁入之后，经常有日本人来访问，我心里大不以为然，就去询问林军。林军说，谭军只是我的同乡，
我并不知道他做什么事，何以会和日本人往来。邻居年事已高，我也问不出什么，只好忍着让谭住下去。姓谭的经常不出门，我也很少见到他，偶尔见到，彼此只是点点头而已。我由齐齐路回来的第二天，谭某忽然从楼上打了一个电话下来，约我上去谈谈，我也不能推却，所以在枕余时间便走上去访问他。他租了我2间方方整整的房间，一间作为睡房，一间就是他的会客室。会客室中除了一张写字台，就是一只大的圆桌，客厅墙壁上悬挂的书画都是清代书画家的墨宝，一点没有日本色彩。只有一件引起我怀疑的事，就是他的写字台上竟有4只电话机，这就是说他每天除了接见中日人等，还要接听许多外界打来的电话。照我的推断，这4只电话之中，至少有2只是直通的专线，否则一个人有1、2只电话已经足够了。我们2人坐定之后，谭某先是嘻嘻哈哈的和我闲话家常，接下来就问我：“你诊所的挂号先生阿汪同你是什么关系？”我说：“这个人是由我的一位江阴籍老师曹英甫先生介绍来的，说他是一个孤儿，姓汪名新根，叫我加以照顾。来的时候仅14岁，现在是18岁，是乡下来的，带些土气，平日沉默寡言，工作还算不错。你何以问起他呢？”谭某说：“这位阿汪人很不错，向来我有朋友来访问，他往往先打电话上来问我接不接见，要是我接见的话，他就陪着他们上楼，并且还带我天天收邮电，由他签收之后送来给我。因为他为我做这种义务工作，我有时送他一些礼物，他坚不肯收。最近半年来，我发觉有许多由日本寄来的挂号邮件和派来的电报都收不到。起初我疑心是中日交通有阻碍，但是最近我的儿子于中午用回单部派人送来一封信，布上由阿汪签了一个10字。到了晚间，我儿子来看我，问起这封信，我告诉他没有收到，因此我感觉过去我收不到的邮件电报可能都被阿汪拦截去了。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件事？